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介绍最后一个 part。这个 part 要介绍傅立叶转换的性质。那它的性质有哪些呢？就好像我们之前讲数位系统那些性质一样。好，那有哪些？我们来看下去吧。在这个 part， 我们来介绍傅立叶转换的性质。然后傅立叶转换性质，因为我们知道傅立叶转换是力转换在单位元上的实现，所以基本上它很多性质跟力转换性质类似。好，但是这边我们还再重新再提一下线性的性质、时间偏移的性质、时间反向，还有旋机，还有相关性，还有频率偏移，还有调变，还有相乘性、微分性。好，那首先来看线性。线性就是说，假设我们在有两个讯号 S1 of n 跟 S2 of n， 它的 DTFT 分别是 S1 omega 跟 S2 omega。好，然后我们知道说，如果时域这两个讯号相加，它的傅立叶转换结果也会是它们 S1 omega 跟 S2 omega 的相加的和。好，那这证明我想很简单，直接带傅立叶转换的公式，好就可以去证明。接下来介绍时间偏移，time shifting。那 time shifting 的意思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傅立叶转换，那如果我们把时间这个时域，我们把这信号 delay k 单位时间的话，就是 s of n 减 k 啊，经过傅立叶转换之后，它的傅立叶转换的结果是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k 乘上这个 s omega 就多一项。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个东西也可以用简单的用基本它的傅立叶转换的定义的公式去证明。好，接下来介绍 time reversal。好 ，time reversal 就是说，当我把时间讯号做一个反向，做个 folding， 变成 s of 负 n 的时候，经过傅立叶转换就变成 s of 负 omega。好，我想这东西也可以透过公式直接证明。接下来介绍 convolution。convolution 就是说，假设我两个信号分别傅立叶转换是 S1 omega 跟 S2 omega。好，那如果这两个信号在时间上做 convolution， 它傅立叶 convolution 完的结果，经过傅立叶转换，好，应该是 S1 omega 乘上 S2 omega。好，所以这边跟力转换也是一样。那 time domain 做 convolution 的结果，经过傅立叶转换，会是这两个信号分别做傅立叶转换的结果在频谱上面做相乘，也就是这个式子。好，那我想证明跟之前也有都证过，我想这都是都有一样的做法。那相关性就是说，假设我 S1 跟 S2 在 time domain 做cross correlation， 就是 R 的 S1 S2 of m 经过傅立叶转换应该是什么 S1 omega 乘上 S2 的负 omega。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cross correlation 基本上 R S1 S2 应该是变成 S1 m。好 ，convolution S2 负 m， 好，这边之前有稍微说明过。啊，这样的结果透过傅立叶转换结果应该怎么样？是 S1 omega 乘上 S2 负 omega。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介绍时间反向，好，所以 S2 负 m 的傅立叶转换应该是 S2 负 omega。好，所以这个性质就可以很简单的说明。接下来介绍我们频率偏移，就是 frequency shifting。那 frequency shifting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 time domain 我们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0 n， 再乘上 s of n， 经过傅立叶转换结果会是什么 ？s of omega 减 omega 0。好，就是说在频谱上会做一个 shifting。好，在 time domain 上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0 n， 在频谱上会有个 shifting。好，然后这东西我们用图形来说明。好，假设我们原本的 DTFT 是 s omega 是这样。假设我们在时域上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这东西，好，在频谱上就会做一个 shifting 过来，就是整个波形会 shift。那为什么 s omega 会再次重复呢？我想这边再提到一下，因为之前讲过 ，DTFT 会是一个2拍周期这样的一个图形，好，也就是说一个三角形它会是重复，每2拍会重复，因为 DTFT 本身这样转换就会使得它的结果会有2拍周期的这样的现象。好，那接下来会了那个之后，我们来介绍调变 modulation。好 ，modulation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信号 s of n， 好，透过一个 cosine function， 好，一个载波 carrier cosine omega 0 n 乘上去之后，这样结果经过傅立叶转换之后会变成怎么样的结果呢？好，这边就利用刚才的概念，我们把 cosine omega 0写成1/2的 exponential j omega 0加上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0，把 cosine omega 0拆成2个，好 exponential，
啊，拆成这样目的就可以直接用上面所讲到的那个 frequency shifting 的概念来看，变成说原来这两个信号分别是一个怎么样，在频谱上是一个 omega 加 omega 0，一个是 omega 减 omega 0，好，所以变成把原本的这个 s omega 一个是往前推 omega 0，一个是往后面 delay omega 0，啊，最后结果怎么样？记得要加起来除上1/2。那1/2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cosine omega 0是等于1/2的 exponential， 好，这样的结果，好，所以记得有1/2。好，所以从上面的结果，我们用这图形来显示，假设 omega 0是2/2的时候，那上面图形是我们原本的我们这个信号的频谱。好，它透过这个 carrier 一载波之后 modulation 之后，它的频谱会变成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刚才看到说，一个是怎么样，透过载波 omega 0等于2/2的 carrier 之后 cosine 好 omega 0n 的时候，我们会把原本的频谱一个是往后面推2/2，然后变成1/2嘛，缩小大小缩小1/2。另外一个会怎么样？把往前 omega 会减 omega 0嘛，所以是往前推2/2，也变成1/2，全部加起来就是整个波形就长这样。好，所以上面是原本的频谱，那下面是怎么样？经过这个 modulation 之后的结果的频谱。好，那我们介绍相乘性啊，相乘性就是说，假设有两个信号，好，然后把它们时间相乘之后，经过傅列转换结果，应该是这两个信号分别傅列转换结果在频谱上面做什么 convolution。好，那微分性跟之前这个力转换一样，我们有提到嘛，对不对？所以之前在力转换也提到说，假设我们在title面好 n 乘上 s of n， 好，经过傅列转换之后，应该是 j 乘上这个傅列转换对 omega 微分，好，这样的结果。那这样证明还记得吗？我们的证明是直接从傅列转换好 s omega 对 omega 微分的结果来说明啊，因为最后微完之后前面会有一个负 j 嘛，对不对？会有负 j， 那我们题目里面会有一个 j 嘛，所以 j 乘上负 j 乘上 j 就变成1了嘛，所以就刚刚好，好，所以里面就之前在力转换前面会有一个负 z 乘上一个这个 s of z 对 z 的微分，那这边是没有个负的，为什么？因为这边是 j， 因为负 j 乘上 j 刚好变成1，好，所以这边负号好里面就不会出现，好，所以这边。所以它的 title 面就是怎么样？就是 n 乘上 s of n 的傅列转换。好，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这个单元我们最后一个 part 介绍了傅列转换的性质。那我们这个单元也将把我们讯号处理所介绍的4种的转换 CTFS、CTFT、DTFS、DTFT 4种都介绍给各位，也同时介绍了力转换跟傅列转换它的关系。也介绍了傅列转换它的对称性，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傅列转换它的一些性质。那这些性质在之前讲 LTI 系统的时候，也或多或少都有提到，所以相关一些证明，我想在力转换或是在之前系统那边介绍的时候，都有介绍一些如何证明。我想各位同学都可以很轻松的用同样的做法去证明它。好，那谢谢各位，我们接下去再来看下个单元吧。